Hello，欢迎回到 Fred 刘的美股 YouTube 频道。今天是2026年的8月6号，现在录制视频的时间呢是美东时间晚上7点52分，美西时间的下午4点52分。今天做一个视频来更新一下最近的这个交易和投资的记录。然后这边首先呢会讲一下这个今天的市场的总结，然后之后呢我再把个股和一些交易展示一下给大家。首先呢就是2026年的8月6号。美股三大指数有小幅的回调，今天标普指数呢下跌了，大约是0.2%，大概0.16%。纳斯达克指数呢今天下跌了0.37%，这是 QQQ。然后道琼斯的话，跌幅的是最大的，今天有下跌了，看一下0.85%。整体来看呢，市场在经历这个近期的上涨之后，出现了一些获利的回吐。以下呢是我总结的有几个关键的因素。第一个呢是今天是油价大涨，国际油价呢原油价格今天这个 USO 的 ETF 上涨了3.47%，增加了这个市场对通胀压力的担忧，也对股市形成了一定的压力。第二个是美国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，投资者在等待周五的7月非农就业数据。就业数据将影响市场对于美联储未来降息节奏的判断。好，第三个是财报季，财报季仍然是市场推动的重要因素。部分公司因为业绩超预期上涨，也有一些公司盈利不及预期出现下跌，所以市场分化明显。就是从短期来看呢，经历了连续的几天上涨之后呢，市场需要消化获利盘，所以呢，接下来的这个周五的非农就业报告就会成为重要的催化剂，会决定下一方向。看一下今天的这个之前的5个交易日哈，现在像道琼斯的话呢，今天是跌的最多的，所以它今天它之前它今天是跌的最多的，是因为它之前涨的比较多。道琼斯的话现在是领涨，基本上是有2天是连续着就是破了新高啊。这个是道琼斯的一个图片。这个道琼斯呢，今天有一个小幅的回调，这边看起来比较危险，但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健康的。它这边最多呢可以这个 DIA 的 ETF，也就是到529这个数量，那么这边是一个离现在最近的一个买点。通过这个我这边的 indicator，也就是在这边会有一些蓝色的这些买入的这些 volume 啊，然后越往下的话肯定是 volume 越高了，在这边 volume 是越来越高了，所以说529是最近它可以达到的这个最近它可以达到的点。然后 SPY 和 QQ 基本上是没有怎么动啊，就是我觉得道琼斯在这里边是一个最 strong 的，就是它的这个买涨的机会是最好的，而这个 SPY 和 QQQ 呢都是没有道琼斯这么的强势。这边是 break of structure，这个有一个 break of structure 了，structure，对，这个 BOS 呢就是 break of structure，这个 这是一个 technical indicator 啊，就是它今天是有过几次这个 BOS，所以从这个 bullish，从这个看涨的行情，今天是
根据技术分析，今天是到了一个看空的一个行情，所以短期来讲呢，这个标普会受到一些这个压制，而且我们现在看了一下，就是在标普的这上边是有两条红色的柱子的，所以这边的这个卖出的人是比较多的。这边基本上到SPX 的话，基本上是7800点，上一次到达7790点，上一次最高点呢，它达到了7790点，也就是没有到达这个7800点，然后它就回调了。嗯，然后所以这边 SPY 还是有一些这个 break of structure。它这边短期来讲是会有一些承压的。然后 QQ 的话，主要是有财报，最近财报比较多，还是 QQ 的话是最近没有关注。然后我想说一下最近的 Bitcoin 这边是让我比较失望啊，因为 Bitcoin 我一直是bullish 的，就是我对于 Bitcoin 这个我属于是 bullish，因为它实际上从10万、从12万已经跌到现在，它跌的相当多了。那么它最近呢又走出来了一个就是多重顶，这边走出来一个多重顶，所以说它这边很难去突破这个65000块钱，65000块钱这边的话是比较难的。对，所以我对于这个Bitcoin 的话，我还是坚持这个长期投资啊，所以说还是没有把它卖出的，所以我是对它是看涨的。今年的话应该能到七万，今年能到七万，但是它最近的话是对于我的这个投资组合是比较 lagging 的，它是亏钱的这么一个 position。OK，QQ 的话是最近没有关注太多，然后 SPY 的话是没有关注太多。今天是做了一单，今天做了一个 今天做的是 XSP。这个 XSP 呢是有两个，一个呢是 XXP 的 index，这是一种你可以做的。第二个呢是 XXP 的这个 ETF。这个 ETF 的话是你可以买涨买跌，你也可以做空，也可以做多。呃，也有期权。那么它这个 index 的话呢，它是1/10的 SPX，是属于指数啊。所以说这边为什么我最近在研究这样的一个 equity，这样的一个 index 呢？是因为如果你买这个期权的话，其实是方向性非常重要的，而且它的风险是很高的。那把这上面写一下啊。那就是如果你觉得 SPX 它的风险特别大的话，不如的话，你可以考虑这个 XXP，但是它的流动性不如 SPX，但是它的走势呢是完全跟 SPX 是一样的，这个是 SPX 嘛？那 SPX 的话呢，是你这边的一刀，你这边一个点，一个 point 是等于100刀的。是等于100刀的。那这边 XXP 呢？但是你这边是7700点嘛？SSP 的话是一个 point 也是100刀，是一模一样的，但是它的风险实际上是比它小的。这个 XXP 的这个 index，所以我今天是做了一个短线的一个做空的单子，在这个地方，是它这边遇到了一些怎么说呢？在这边遇到了一些红色的一些 selling volume，所以说做了这么一段，然后
在收盘之前我还没有 close，所以说是让他自己交割了，让他自己在这个 settlement 交割，所以明天的话就能拿到钱了。这个是 XXP，所以我觉得还是先在这个 SPX 这边没有很大的这个胜算的情况下呢，还是先通过这个 XXP 练手，等这个练到这个足够好了，那么再进行这个 SPX。SPX 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高级的这么一个交易的工具的。然后最后的话是说一下 ES，ES 的话呢是做了 Aaron Condor，我个人还是觉得这个 Aaron Condor 在最近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环境里边，它的这个收益还是比较高的。你只要把这个，你只要把上方做一个 call spread，然后呢，在这个下方做一个 put spread，那么基本上你是胜算还是比较容易的。对，看一下你取决于多少 delta，所以这个就是我最近的一些交易了。然后我的 ES 的这个 option 是8月10号的到期，那么到8月10号就知道它这边是什么情况。到现在为止的话，现在还没有去碰到我这边任何一边的这个点。所以就是明天有一个非农的就业数据，那么根据明天的那个非农就业数据，具体看一下这个美联储接下来的这些政策。所以明天的话，应该会比今天更加的刺激一些。一般来讲是周五的话就是 volatility 啊这边都是比较大的。然后今天我在最后讲一下那个 UVXY 啊，今天虽然是这个 SPY、QQ 和 DIA 虽然它们都跌了，但是今天这个波动率竟然是下跌了。今天波动率的话是下跌了2.27%，然后 VIX 的指数也是下跌的，应该没错的话是20吧。哦，都已经跌到15了。这个 VIX 已经跌到了这个15.14的 VIX 了，所以说明那个恐慌指数还是下跌了不少。虽然股市有下跌，但是大家呢，这个一点儿也不恐慌。对，那么这个时候你要买这个 put 呀，就是你要买这个 call and 和买这个 put，就会价格呢就会相当的这个便宜。此时其实你如果卖期权，非常不划算，并且呢风险极高。对。也就是说，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还是一般来讲，我觉得是在二十吧，也就是在接近二十的话是 VIX 接近二十或者是20到30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再卖期权是比较划算的。20以下的话，其实是买期权比较好。OK，这也是我的一个个人观点了，所以今天暂时没有什么其他的要说的，我这期节目就先做到这里，然后最后呢是再说一下，我可能以后会多出一些这个英语的视频，把这个视频呢做成英语的视频，看一下这边的这个点击率啊、收视率会不会更高一些。如果说你看到这个视频，你认为有帮助的话呢，随时欢迎给我点赞、关注或者转发。好，那么我们下期再见，今天就讲到这儿，拜拜。